作为一个碳水爱好者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不同的碳水化合物对血糖的影响差别能有多大？白米饭和糙米真的有差吗？如果我能让我的血糖更稳定，会对体重有影响吗？人会变得更精神吗？这30天，我带上了一个血糖监测器，记录每一顿饭和每一次波动。欢迎来到我的血糖日记。检测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安装一个动态血糖监测仪。我坐标北美，根据 ChatGPT 和朋友的推荐下单了 Stelo。国内似乎有更多这类产品。作为一个怕疼的人，最害怕的是戴的时候会疼，还有怕影响活动。实际上安上只需要几秒钟，打开包装，把仪器放在胳膊上有白白肉的地方，像按圆珠笔一样按下按键，监测仪就会被粘到胳膊上。它的针很细，我在戴的全部过程中没有痛感，但也有其他朋友后来有不同的体验，之后再细说。这一仪测的是每分升血液里有几毫克的血糖，区间是从70到250毫克每分升，目标是待在绿色区间里的时间越长越好。佩戴完成，开始实验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的灵魂食物是大白米饭，但它因为种种不健康的罪名，已经很久没有在我家出现过了。但它真的有那么罪恶吗？从血糖的角度来说，更难吃的糙米饭真的有比它好很多吗？前后2天，我用100克的白米和糙米配几乎一样的菜。咱们来看看饭后血糖的动态。这个实验有个悲伤的结果，血糖在吃了白米饭2个小时后升到了143，而糙米最高只到了122。之后我又测试了几次，每次吃白米饭，即使在之后散步半小时的情况下，血糖仍然飙升。当然，这个实验的结果并不是说我就不能吃白米饭了，只是吃的时候最好更谨慎，要搭配大量的蔬菜以及一些运动。常吃的水果中，按照我个人喜欢程度排名由高到低是西瓜、李子、葡萄跟树莓，但它们对血糖都有什么影响呢？我决定每天早上吃同样的早餐，也就是1个煮鸡蛋和1杯咖啡，再加上同样重量的不同水果来粗略的测量。升糖第1名的是葡萄，得分147；第2名是得分140的树莓；第3名是李子，得分133。而升糖负荷最低的竟然是我最爱的西瓜，因为西瓜含水量最大。太好了！作为碳水爱好者，我热爱一切面条。面条中最健康的应该算是荞麦面了。Yakisoba 也是我在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最常做的一道菜。那咱们来看看它会不会导致我的血糖飙升。以米饭实验为基准，100克的白米饭碳水含量和130克的荞麦面差不多，那咱们就用130克的荞麦面做 Yakisoba。过了2个小时以后， Yakisoba 的曲线是这样的，比白饭的峰值低，曲线也更加平缓。除了荞麦面以外，我发现面食给我的整个升糖值远远小于米饭。最近吃了一顿碳水满满的晚餐，但它最高也只升到了150，虽然热量一定是爆表的。OK， 我现在记录每一顿饭对血糖的影响已经有4个星期了。在吃的所有的东西中，哪些东西是让我血糖飙升的刺客呢？第1名连我自己也很震惊。第5名是在蓝瓶子咖啡馆吃的 waffle， 血糖峰值172。第4名是在面贴面吃的一顿包子，血糖峰值是178。第3名三文鱼波奇碗，血糖峰值188。第2名是边疆军手做的香蕉燕麦煎饼，血糖峰值是189。而整个8月令我血糖飙升到199的，竟然都不是一顿饭，而是出差的时候随手拿的一枚蓝莓 muffin 蛋糕，它才是真正的血糖刺客。开头说了，我戴了几个星期测量仪，完全无感，但是有2个朋友戴了以后出现了轻微疼痛，或者有信号连不上的问题，所以佩戴这个监测仪的体验也是因人而异的。拆仪器的时候是有一点疼的，主要是因为周围的胶纸太粘了，撕下来的时候有种蜜蜡脱毛的感觉。吃了什么只是一方面，
我听说同样的食物按照不同的顺序吃，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很不一样。最适合做这个实验的一餐是吃火锅。如果我上来先吃炸馒头，那血糖毫无疑问是会飙升的。但如果我先吃了大量的蔬菜和蛋白质，最后再吃炸馒头，结果会不同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血糖的上升被大大的延缓，而且最终也只是短暂的突破了健康范围。之后又重复了几次类似的实验，100%有效哟。工作的时候，大家常常说无法度量就无法改进，因为有个东西在监测着血糖，我不自觉的会对吃的糖分更加在意。最近2个星期，我的目标是让自己的血糖95%的时间都待在健康的绿区。我没有节食，每一顿都吃得非常饱，甚至吃了巴西烤肉和火锅自助，只靠控糖，不测量卡路里，能变瘦吗？测量前，我的体重是51.8公斤。这2个星期，我的血糖有97%的时间在健康的区间里。咱们测一下现在的体重。现在的体重比之前轻1公斤，体脂率有轻微的下降，但说起减脂的效率，肯定比不上计算卡路里和营养元素，但胜在无痛跟省事儿。那这些是我最近30天监测血糖的心得。每个人会因为基因或者自己身体状态的不同，而对同样的食物有不同的反应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带血糖监测仪，因为它能更准确地告诉我什么对我更健康，然后帮我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无痛控糖方法。之后我也会继续带动态血糖仪做实验。如果对睡眠、运动、压力或者是其他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感到好奇的话，可以留言许个愿。下次见喽！